大家好，我是龙儿。家里面的西红柿坏了不要扔，把它放在家里面越放越值钱。这些用途花钱都难买，解决了家家户户的大烦恼。赶紧跟着视频一起来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吧。西红柿是非常常见的一种果蔬，其中含有丰富的营养价值，尤其是维生素 C， 含量非常的高，深受大家的喜爱，吃起来也是酸酸甜甜的。尤其是对于咱们的女性朋友来说呀，夏季多吃一点西红柿，对身体有非常多的好处。尤其是这个季节的西红柿价格也特别的便宜，每一次我都忍不住买上一大袋回来，既可以用来做西红柿鸡蛋汤，还可以用来做凉拌西红柿，或者是西红柿炒鸡蛋等等。但是我们发现西红柿虽然好吃，营养也丰富，而它唯一的缺点就是不好保存。有时候买回家的西红柿不尽快吃完的话，2-3天的时间就容易出现变质腐烂的情况。像我家的这一个西红柿我把它放在冰箱的角落里面都搞忘掉了，是上一周买的。昨天翻冰箱的时候才发现，准备拿出来做一个西红柿鸡蛋面，结果一看就已经腐烂成这个样子了，上面还发霉了。看着是不是就觉得非常的膈应？很多朋友看到这种的烂西红柿，肯定想都不用想，手上戴着手套就把它从冰箱里面拿出来直接扔掉了吧。这样就错了，因为像这种腐烂了的西红柿放在我们的家里面有许许多多的神奇用处哦。当然并不是拿来吃哦，因为腐烂掉的西红柿就算是表皮上没烂多少，我们把它削掉之后，里面还有一部分是好的，那么也不能吃，因为这些细菌已经早已进入到了西红柿的内部，吃下去对身体没有任何好处，还可能会产生不好的影响。所以说坏掉的西红柿是万万不能吃的，但是完全可以把它利用起来。取出一个菜板，把西红柿放在菜板上，那么像这种坏掉的地方是万万不能再用的。看一下里面都已经黑透了，这部分肯定是不能再要了。但是我们可以发现里面有一些地方还是好的。但是我们切开之后发现这个西红柿里面它的这个西红柿籽是好的，那么这个我们就可以把它利用起来。像这个坏掉的就不能再要了。现在我们把有西红柿籽的这一部分切下来，不需要切太多，切薄薄的2片即可。其他的我们放在一旁。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很多人是不是都喜欢在家里面种一些植物呢？我们取出家里面的一个花盆，那么如果家里面有土地的话，我们也可以直接把它种在菜园子里面，轻轻的用手扒上一个小洞，接着直接把我们刚才切好的西红柿片连同西红柿的果肉一起放进来，我们一起放在里面，它也算是一种养分，可以给我们的西红柿籽提供养分哦。然后在上面再薄薄的盖上一层土壤，把西红柿盖起来。盖起来之后，我们再均匀的给它浇上一点点水，沿着花盆的边缘处去浇，也不要浇的太多，大概一点点就可以。保持土壤是湿润的状态就行。一定要用土壤把我们的西红柿完全覆盖起来，如果你发现没有覆盖好的话，可以用手再整理一下。然后家里面有保鲜膜的，我们可以在表面给它覆盖一个保鲜膜，没有保鲜膜的，我们也可以用一个不透气的塑料袋来代替，把它这样包裹起来。大概1周左右的时间，里面的西红柿籽就会开始发芽，长出小芽苗。在一段时间之后你就会收获到一盆自己亲自种的西红柿了，开着黄黄的小花，结着红红的西红柿，光看起来就非常的有成就感。接下来我们再来处理另一半剩下的西红柿。现在我们用刀把它切成薄片，切得越薄越好，切得越薄，后期处理起来也就越顺手。3-2下就切好了。接着准备一个空塑料瓶，我这个是装了矿泉水的，所以呢就不用清洗了。如果您用的是装了饮料的，那么一定要用清水冲刷干净哦。然后再一片一片的把西红柿塞到我们的塑料瓶子里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刚才要把西红柿片切得薄薄的原因了。
看一下是不是切得越薄，我们在塞的时候就越顺手，而西红柿也更容易被塞到瓶子里，不一会儿就全部塞进来了。然后准备适量的清水，把它灌到瓶子里面，水的量大概装到7分满的样子就可以，不要装的太多。然后将盖子盖起来，来回多晃动几下，让我们的西红柿和水充分的混合。在摇摆的过程中，咱们的西红柿和我们的塑料瓶还会产生一个巨大的撞击力，这样有利于西红柿更好的和水融合在一起。来回摇晃约2分钟的样子，摇晃成这样，可以看到里面产生了大量的气泡，这是正常现象。像这个样子呢，现在我们就把它放到有太阳的地方，或者是家里面的阳台、厨房的阳台上面去。发酵的过程中啊，咱们里面依然会产生大量的泡沫，而且这个泡沫会越来越多，多的足够将我们的瓶盖冲开。所以说呢，在我们发酵的这几天之中啊，每天都要时不时的将瓶盖子拧开，让它里面的气泡消散一下，然后再把盖子拧上，继续放到太阳下面去发酵，保持7天的时间。那么发酵好之后，我们这个水就可以利用起来了。到底有什么用处呢？其实非常的简单，我们先把瓶盖拧开，取出家里面平时用的大罐子，像我这个罐子啊是装2500毫升水的大罐子。我们现在把发酵好的西红柿水倒上一部分在里面，不用倒的太多，我这里大概倒了20毫升的样子。然后我们再准备2000毫升的清水，把它进行稀释。这里一定要记得稀释哦，咱们发酵出来的西红柿水和我们正常清水，它的比例是1:100。很多朋友可能有点摸不着头脑，为什么要这样来调比例呢？这是因为咱们的西红柿在发酵的过程中，它的浓度特别的高，如果我们直接用的话，这样反而会适得其反。所以说在用之前一定要用1份的西红柿水加100份的清水来进行稀释。那么到底有什么作用呢？现在我们就可以用来浇家里面的花花草草啦。花花草草很多人都喜欢养，尤其是咱们住楼房的朋友。但是我们发现啊，很多绿植刚买回来的时候长得特别旺盛，花朵也开得特别鲜艳。可是呢，在家里面养上一段时间之后，叶子也黄了，花也谢了，一整个感觉就像养了一棵树一样，绿油油的，没有一点点花瓣在上面。那么这样很可能就是因为咱们的绿植营养不足，营养跟不上，自然就长不好。所以说我们就可以利用家里面发酵好的西红柿水，兑100份的清水来进行稀释浇灌，需要每1周浇个2次左右就可以了。比买的化肥还要好用哦，无形之中又为我们节省了一笔买化肥的钱。一段时间之后，你就会发现家里面的花草养得越来越好，不仅长得旺盛，而且花朵也开得特别的鲜艳。一些朋友可能不太相信，但事实就是如此，你试一次就可以知道有多棒了。其实除了咱们的西红柿腐烂掉之外，可以这样用来制作化肥。像咱们家里面的其他水果坏了，同样也可以以这种方式将它进行发酵，用来当做化肥，都是超级好用的。咱们每一次做上这么一瓶西红柿水，可以用上半个多月呢，每一次加上一点点稀释就好了。用上一段时间之后啊，你就会发现家里面的花花草草被你养得越来越好。那么也希望今天的视频能对你有所帮助，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点赞关注加收藏哦。那么本期的视频分享就到这里了，咱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对了，用不完的这个西红柿水啊，我们只需要再一次将它拧紧，放到阴凉通风的地方进行保存就可以了，随用随取也非常的方便哦。